注意看，男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坑，坑里立着一把奇怪的大铁锤。男人好奇的想要拿起来看看，但怎么拔，锤子都丝毫不动。很快就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想尝试一下，但全都以失败告终。他们甚至用铁链将其绑住，用大卡车将油门踩到底往出拉。Did it work? 大铁锤的出现很快就惊动了神盾局，他们将这里围了起来，然后对锤子开始了研究。而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一把天外来物——雷神之锤。咱们回到公元965年，在一个寒冷的国度，有一群冰霜巨人，首领劳菲通过能量之源寒冰宝盒入侵地球，令地球进入冰河世纪，将地球变为冰霜巨人的领地。众神之父奥丁率军将其打败。为了防止他们再次踏入地球，奥丁将宝盒带回了阿斯加德星球，同时还有巨人首领劳菲的孩子洛基。但他并没有告诉洛基的身世。奥丁的儿子托尔比洛基大1岁，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。在托尔继承王位的当天，奥丁将强大的雷神之锤托付给他。可此时，兵器库中却有冰霜巨人来袭，他们画出兵刃干掉守卫，想要偷走寒冰宝盒。奥丁小法杖这么一敲，毁灭者出现，一道能量光速驶过，将其全部消灭。奥丁决定不打算追究，但托尔却认为应该杀回去，给他们点教训。争吵中，奥丁以国王的身份否决了他。但在洛基的怂恿下，托尔决定带着洛基和部下去给他们上一课。几人穿过了彩虹桥，找到了守门人达尔，只有这里才是通往各地球的大门。达尔为了搞清楚巨人为啥可以绕过他，私自为他们开启了彩虹桥。一道白光闪过，大门随即开启，众人穿过了时空，瞬间来到了约顿海姆。这里是暗无天日的冰封星球，一片寒冷贫瘠之地。一群巨人溜达筋儿将他们包围，洛基有些怂了，想要哥哥离开。正当托尔转身要离开时，托尔微微一笑，给我揍他！一锤干飞了一个小朋友，部下也都亮出了兵器，众人打成一团。混战中，他们碰到巨人的身体，皮肤就会马上被冻伤。唯独洛基被抓后是啥事儿没有。托尔扔出雷神锤击倒一片，劳菲见状召唤出冰川巨兽，他是这里嘎嘎一嘎斯的存在。巨兽紧追不舍，所到之处地动山摇，巨人步步逼近。托尔摇起了大铁锤，并将大锤举过头顶，大喊一声：“惊雷！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！”起飞！这嗖的一下，冰川巨兽说再见。再一转头，发现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。就在巨人扑上来的瞬间，一道光柱闪过，众神之父奥丁骑着大马出现，将他们带回了阿斯加德。但回来后的奥丁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。这个男人叫雷神，他违抗父命，被收回了雷神之锤，铠甲也被夫妻卸掉，一锤将其贬落人间，变成凡人，并对着雷神之锤施展了咒语。然后一同丢入了人间。天文学家看到了此等异象，驾车前去观察，可此时却看见了巨型龙卷风。惊慌之中，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几人连忙下车查看。男人的眼神实在太帅，但精神好像有些问题，一直在喊着一个叫锤子的人。女孩射出了小电炮，将其电晕，并将其送到了医院后离开。可当他们看到拍下来的照片时，龙卷风里竟然有个人，难道他真的是天外来客？众人赶忙回到了医院，可雷神早已离开。众人准备驾车寻找，倒车请注意，嘎巴一声，恰巧又撞到了雷神。他们将雷神带回实验室，给他换上了小剪子前男友的衣服。另一边，洛基拿起了寒冰宝盒，转过身却变成了巨人的模样。无奈的奥丁也说出了洛基的身世，然后晕倒在那里。洛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王。雷神开始适应地球的生活，在吃饭时听到了旁人在议论锤子的事情，得知了锤子的地点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小剪子追了出来，可博士却不想让他趟这浑水。雷神来到了一处宠物店，进来就要来一匹大马。此时小剪刀出现，带着雷神驱车前往。夜晚，二人来到了目的地，却发现这里已被神盾局重兵把守。雷神让小剪刀待在这里，独自前往。此时神盾局也发现有人来袭，雷神哭哧一拳回手一枪把子，穿上他们的衣服继续前进。雷神一个背摔，华丽转身放倒二人。科尔森也派出鹰眼去制高点阻击。雷神一路杀到了锤子的位置，被一闷拳给闷倒。雷神起身哭哧一拳，二人也冲到了泥潭里厮打了起来。此时的鹰眼已准备就绪，雷神腾空一脚将其撂倒，起身一记高鞭腿，雷神顺利的来到了大铁锤的身边。此时的科尔森却没有下令，他想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。当雷神想要将锤子拿起时，蒙登嘎嘎一拉丝在我脑海里不断出现。他仰天长啸，因为父亲剥夺了他的一切，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雷神了。
失败后的雷神也被神盾局的人关了起来。此时洛基出现，他告诉哥哥父亲死了，冰霜巨人的休战条件就是将其永远放逐，母亲也不允许他回去。说完，洛基来到大铁锤的旁边，几次尝试将其拔出，但他也失败了。随后，洛基来到了约顿海姆，他要和劳菲做一笔交易，让他去击杀昏厥的奥丁，然后将寒冰宝盒还给他。沙漠中出现了一个钢铁战士，本以为是钢铁侠，科尔森还让其表明身份。可下一秒，毁灭者对着他们就发射能量光束。就在刚刚，雷神的部下天降地球，也顺利的找到了雷神。雷神也知道父亲根本没死，只是陷入了长眠。这一切都是洛基的阴谋。洛基来到了守门人达尔的面前，利用寒冰宝盒将达尔冰冻在原地。达尔的眼神也期待着他们能将雷神带回来拯救一切。洛基随即派出了毁灭者阻止他们。兄弟四人准备正面迎击，他们将大斧子抛起，库嚓就被毁灭者击飞。公主从天而降，一剑刺穿了他。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想到毁灭者再次起身，众人抓紧逃离。毁灭者连续发起攻击，能量光束扫遍整个小镇，他们也被打得失去战力，受伤惨重。此时雷神站了出来，一个人朝着毁灭者走去，他对弟弟道歉，希望用自己的命来换他的朋友和小镇居民的安全。洛基也听了他的话，毁灭者也停止了战斗，转身一巴掌将雷神干翻了几十米。小剪子也冲了上去。这几天的相处，小剪子早已爱上了大铁锤，雷神也闭上了眼睛。父亲奥丁也在长面中流下了欣慰的眼泪。此时的雷神之锤开始了松动，嗖的一声从基地飞起，径直的砸向雷神。一只大手抓住了大锤，雷神之力再次回归，雷神铠甲再次浮现，博士的眼神嘎嘎带着一嘎子。一只铁锤飞出，击中了毁灭者，弹回直接将其击倒。那个神一样的男人带着雷回来了，他飞向雷电四起的天空，摇起大铁锤将毁灭者吸了上去，对着毁灭者的光束就冲了过去。强大的光柱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，毁灭者也栽倒在地。雷神不断的召唤达尔，让他开启彩虹桥，达尔也在冰冻中苏醒，插入了打开彩虹桥的钥匙。雷神与小剪刀道别。几人再次回到了阿斯加德，雷神第一时间来到父亲的身边，正撞见了图谋不轨的洛基。洛基一枪将雷神弹出城堡，并打开了彩虹桥，将彩虹桥对准了约顿海姆，想要毁灭整个冰封种族。此时雷神赶了过来，兄弟二人开始激烈的交锋。雷神跃起一击，将洛基击出了彩虹门。正当雷神要将洛基救起时，洛基幻化出许多个自己，对着雷神就是一击。正当要给出致命一击时，雷神发出了雷神一击，将洛基击倒在彩虹桥，然后将大铁锤压在了洛基的身上，想去关掉彩虹桥的攻击，但强大的能量让雷神无法靠近。看着彩虹桥不断的能量输出，雷神别无选择，召唤回大铁锤，对着彩虹桥连续猛击，连接9个星球的彩虹桥也被摧毁，巨大的能量爆炸，使二人掉向了黑暗的深渊。幸好奥丁及时赶到，抓住了二人，而洛基在失败中绝望地松开了手，消失在了浩瀚的宇宙中。雷神也肩负起了拯救9大星球的重担，他还一直放不下地球上的那个小剪子。达尔告诉雷神，散会。